意识深处，一双巨大的眼睛在虚空中缓缓睁开，死死盯着整个城市。他在问你是谁？就在这一瞬间，研究所的监控仪表瞬间狂飙，心跳、呼吸、血压急剧下降。实验体冥想已经持续了整整10分钟，他的感官路径被彻底阻断。研究人员紧盯着监测屏幕，语气里充满不可思议。他即将迈入那个传说中的光之国，可还没等所有人松一口气，异常突然爆发，脑波同步瞬间紊乱，装置由于运算过载，设备直接死机，安全阀被瞬间激活。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冥想，而是他奋力的在意识的海洋里寻找着什么。下一秒，疯狂的波长席卷了整片精神空间，无数的意识在混沌中挣扎呼喊。就在这股意识风暴的最深处，两双眼睛在虚空中轰然相遇。现实世界里，少年猛地睁开双眼，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与迷茫，而这个少年就是我们的主角卡布。你在发什么呆啊？思绪一下被小美打断。卡布说墙上那双眼睛一直在死死盯着自己。小美噗嗤一笑，调侃他想多了，说那不过是所谓的佛眼，某种象征性的符号罢了，于是催促他赶紧离开。小美边走边解释道，这片区域其实就是个借着冥想名义让大家在虚拟乐园里纵情享乐的游乐厅，在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冥想器，有人在里面满足欲望，有人在里面痛哭忏悔，甚至还有人为了长期沉迷而准备了纸尿裤。而这栋建筑的真正核心就在最顶层，用个准确的形容就是下面只是独立的包间，这上面就是公共浴室，也就是我们之前使用过的联机模式。与之不同的是，这个联机模式更加强大，是能将所有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完美映射并创造出联合幻觉的区域。第一次来这里的卡布必须先在前台校准大脑特性并制作属于自己的 ID 芯片，老玩家的小美便直接走了进去，只留下卡布一个人办理流程。当卡布被机器强制校准的瞬间，整个大脑仿佛被撕成2半，他的意识在虚无中急速扭曲，巨大的面孔在虚空中重组。光是校对成功的欢迎语录就已经让卡布浑身大汗淋漓，眼中流下不知名的泪水。再一看，他整个人都已经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亢奋与狂喜中。缓了一小会儿的他终于步入到了大厅内，他发现这里的人不需要带任何冥想设备就能沉浸在极其深层的精神体验中。这时，一位名叫麦吉的男子主动找卡布搭讪，哟，小伙子，第一次来这里是吧？我可是来到这里2年多了。他解释着，这些人之所以没用装置就能达到这种状态，是因为在装置内触碰到了神，只要能触及到，就能彻底净化灵魂的狂喜。但这也只是自己听说到的传言。这时，麦吉的2个朋友也走了过来，大喊着：“我这朋友知道活神降临的准确日子，就是在今天。”他预言的非常准，众人都没放心上，都当是个玩笑话。可这个所谓的预言者死死盯着卡布，并且一眼就看出卡布是第一次来，甚至当场戳穿卡布的心事，说他是个瘾君子，来这里做康复的吧。没等卡布有所回答，大厅里的显示屏突然亮起，显示出有多余座位，不多不少刚好4个。随后一众人争先恐后的朝冥想室冲去，生怕错过了与活神感应的契机。麦吉一边领着卡布往前走，一边说，这个地方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大家用的都是灵感降临时产生的昵称，当冥想越来越深入，你就会发现名字不过是个代码，只有时机到了，真实的自我才会脱口而出。所以麦吉只是我的称呼，而你呢？卡布顿了一下，脱口而出说，你管我叫海文吧。而麦吉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Heaven 天堂的意思是吧？真够直截了当的。然后麦吉将卡布带到一台庞大的冥想器前，告诉他只要插上 ID 卡，戴好头盔，系统就会带他进入到虚幻世界内。说完留下一句祝你旅途愉快，便转身消失在通道尽头。随着卡布坐上座椅，戴上头盔，将手中的 ID 卡缓缓推入槽内，咔嗒一声，座椅猛然顺着轨道疾驰而出，将他带入了一个宏伟无比的巨大穹顶之中。环形的大厅里，无数使用者整齐地坐在座椅上，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而大厅中央的半空中赫然悬浮着一个由无数肉球与触手纠缠组合而成的巨大意识投影。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要求卡布进行同步。卡布按照指示握住右侧扶手的调节器，顺着系统的引导完成绑定。可接下来的同步过程并不轻松，脑海中疯狂跳动的数据和不稳定的脉动让卡布的心跳瞬间失控。系统察觉到了他的呼吸紊乱，冷酷地指示他进行腹式深呼吸。这不是什么娱乐游戏，而是深层的精神冥想。卡
卡布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调动起全部的想象力。为了配合这个诡异的机器，他必须抛弃执念，彻底舍弃自我。随着脑海中的肉球核心轰然爆裂开来，卡布的眼神逐渐变得空洞，名字、身份、过去，这一切在无尽的精神冲击面前都变得不再重要。他终于明白了那些信徒疯狂的原因，而他的意识也正被一步步拖入那个不可名状的恐怖核心之中。等他再次睁开眼，来到了自家熟悉的小公寓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挂钟在墙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甚至还能听到窗外清脆的鸟鸣。桌上的电视正播放着麦吉和自己告别的情景，一切都真实的不能再真实。就在这时，麦吉竟然推门走了进来，他熟络地跟卡布打着招呼，还顺手拿起了桌上的电视遥控器。麦吉解释道，虚拟世界的系统里默认显示的都是大自然风景，但这片原本全是山水画面的屏幕上却破天荒冒出了一座现代城市，这就是他特意找过来的原因。第一次潜入这种精神系统的人，记忆往往会处于混沌状态，所以不得不用较为平静的风景来让人过渡，而你第一次玩就重现自己最熟悉最安心的环境来充当进入冥想区之前的缓冲区，这说明你还是有很强的抗拒心理。随着麦吉伸手向屏幕一指，眼前的电视墙瞬间化作一片辽阔的虚拟平原，画面深处几道人影正在朝着这边大声呼唤，催促他们赶紧过去汇合。在这个由意识编织的世界里，虚幻与现实的边界早已彻底模糊。随着麦吉的引导，卡布的房间很快就被森林给占据。等到二人跨出电视屏幕的那一刻，世界彻底变了。互相客套打过招呼后，麦吉便熟练地玩起了这个世界的超能力。他顺手将手里的电视遥控器随手一摁，卡布的公寓便消失不见。随后他打了个响指，遥控器便幻化为一道耀眼的烟花，直冲云霄，在半空中轰然炸裂。同伴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纷纷打趣这不过是想象力在作祟。在这里，只要你在脑海中植入画面，就能将虚构的心理暗示转化为真实的感知，甚至能为现实世界中的超能力开发打下基础。虚拟世界并非纯粹的乐园，这里同样潜藏着致命的陷阱。因为这种肆意挥霍的超能力极具诱惑力，很多人就止步于此，而真正参透真谛的人会在获得力量后将烦恼与执念一并抛弃，完成精神上的净化。话音未落，远方的天地骤然异变，原本宁静的花草原野瞬间化作漫天飞舞的彩色气泡与绚丽彩虹，极致的美景深处却散发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息。同伴们见状转身就跑，惊呼有个名叫小沙利的魔法使会出来搞恶作剧。他凭着恐怖的精神力量在虚拟世界里肆意挥霍，到处捣乱。为了躲避这场风暴，众人决定带卡布直接飞往中心区。可作为一个刚进来的新人，卡布根本不会飞。同伴们二话不说，几个人合力把卡布架了起来，一边大喊着想象飞的感觉，一边猛地将他抛向高空。随着风声在耳边呼啸，卡布竟然真的凭着想象力稳稳悬浮在了半空，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峡谷与奔腾的瀑布，整个虚幻世界的全貌在他们眼前一览无余。麦吉打趣道，作为一个新人，能第一次见到魔法使，第一次就能飞，这运气和实力不枉嗑了这么多药，看来平时就是一个合格的飞行员，不赖嘛。飞行途中，同伴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早在冥想器刚开发出来时，就有人达到了精神进化的极限，而整个虚拟系统本质上就是以那个人的精神状态为模板编写出来的程序。那个人被这里的所有信徒奉为活神，而且每当小沙粒降临时，活神的降临概率会更大。四人急头白脸的穿过云层后，就看到瀑布与群山之间有着一个圣神的喷泉，数十名资深信徒打作围成巨环，拼尽全力凝聚着他们庞大的想象力。虽然周边有着怪异乱象，但依旧影响不了这些信徒们的信念。反倒是卡布这么一想，自己却忘记了飞行，噗嗤一下立马就要掉落下来。就算同伴都拉着，但是还非常的费力。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片羽毛垫在了他的屁股上。同伴抬头一看，表情都显得阿谀奉承起来，但魔女却说着，哎呀，卡布你来得蛮早的。也就在这时，喷泉处的老者冷冷俯视着这一切，眼神里全是杀意。他咬牙切齿吐出一句，恶魔女巫玷污了这个地方。因为小美所过之处会让整片界域产生各种各样的混乱，漫天散落的异象和欢呼声让整个虚拟世界彻底陷入
入狂欢。这也宣告着消失半年的魔女终于回来，众人也对其膜拜与恭维。小沙莉终于归队，她降落在岸边，享受着众人的膜拜与恭维。在忙活完欢迎会后，小美和那3个人解释道，自己和卡布才不是什么奇怪的关系，这个家伙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弟弟。面对众人的打趣，卡布反倒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当场和沙莉互怼了起来。你既然都这么牛掰了，给我凭空变出一杯冰啤酒解渴。可沙莉却反手把难题扔给了卡布，都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内，为什么你不自己试试看？一想也是，反正也个能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挂着水珠，泛着金光，泡沫丰富的大啤酒杯，卡布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极力在脑海中刻画细节。下一秒，奇迹真的发生了，一杯冒着冷气的啤酒凭空出现在卡布手中，旁人纷纷鼓掌欢呼，卡布更是兴奋的仰头大口猛灌。可一清空杯子，卡布的脸色瞬间变了。这东西看着再真实，喝进肚子里却完全就是空气。小美在旁边冷冷地戳破了真相，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啤酒是幻觉，你口渴的感觉是幻觉，甚至连你自己的实体都根本不存在。卡布震惊地抬起双手，看着指尖凭空化作虚无的泡沫，大脑一片空白。麦吉微笑着凑上前，抛出了那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终极哲学悖论：你深信你自己的存在，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这里，你的存在从头到尾都是幻觉。在虚拟的世界里，你以为你只是闭上眼幻想出了自己的小公寓，但没人注意到自己在进入的那一刻就是这里的下阶球。就在一边走一边聊着天，就走到了信徒们的地方。面对不请自来的闯入者，为首的老者眼神里全是杀意。刚才吵得闹哄哄的就算了，这一下又跑来这里霍霍，怒骂这是玷污圣地的狂徒，要将他们彻底封印净化。话音未落，浩瀚的精神念力铺天盖地袭来，数十名信徒瞬间凭空悬浮，构建出一个无法逃脱的绝对领域。宏伟的古老神庙拔地而起，地面开始剧烈震颤，几人脚下的石台竟被硬生生抽离，四周的虚空里，无数漂浮的人影正冷冷俯视着这群待宰的羔羊。同伴试着发动能力，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飞翔。老者居高临下的冷笑，在圣之结界里，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突然，脚下的巨石开始疯狂龟裂。作为魔法使的小美可不会这么束手就擒，于是狠狠挥起手中的扫帚，一道摧枯拉朽的耀眼光芒直冲天际。原本坚不可摧的圣之结界瞬间被硬生生划开一道口子，道行浅的被炸得五官扭曲，而道行深的则继续吟唱着咒语，坚信自己的结界是不可摧毁的。下一秒，这群信徒就被强行按在了凭空出现的巨大旋转木马之上，庄严的结界瞬间变成了一座荒诞离奇的狂欢游乐场。老者骑在木马上，疯了一样尖叫，可还没等他骂完，一个神秘的声音突然在木马嘴巴里响起：怨恨与嫉妒才是所有冲突的根源。在这里本是追求悟性与解脱的地方，而不是沉迷于无聊的权力斗争。这诡异的话语不断重复着，在众人耳朵旁，使得他们信念急剧下降。而小美在空中肆意大笑，在他们道心混乱之际，大手一挥，将整个旋转木马一击炸成了漫天蘑菇云。可当浓烟散去，信徒们竟然纹丝不动。眼前的信徒们突然通体发光，盘空而坐。麦吉倒吸一口凉气，在虚拟世界里，全身发光代表即将解脱，意味着他们要彻底离开这里。难道这群家伙要集体登仙？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所有信徒的身体竟如蒸发一般凭空消失。难道是系统出了 bug？ 就凭这些人的本事，怎么可能？正当大家疑惑不解时，下一秒，整座城市轰然异变，建筑扭曲，蘑菇云四起。在混乱的废墟之中，3个身穿白衣的男人凭空显现，却不想卡布认识其中一人。这人不就是电视机上的那个小助理？麦吉说：“这哪里是什么小助理，在这个世界里，他就是大师级别的人物。由于出场过于张扬，他自顾自地念叨着自己不喜欢过度的关注，但为了拯救这片废荒的心灵故乡，他必须挺身而出。”大师嘴角抽搐，抬手直指向拿着扫帚的沙莉，开口就是一句扫地大妈的，开始训诫小美，说着就要把她的账号给登出。但这又不是游戏，你又不是游戏管理员 GM， 哪里是你想退就能退的？同伴愤愤不平地叫嚣着，枪打出头鸟，你不信是吧？于是大师就把小美衣服的一角给撕烂。但作为老玩家的小美是知道，这个世界只是由念力构成的，就算是撕得光光的都无所谓。话是这么说，而大师之所以没有全撕光小美的衣服，那是因为要让大家看清楚小美为什么能当魔法使。
子，嗑药加冥想装置，这把这里当瘾君子的乐园是吧？秘密被当众揭开，小美眼眶泛红，羞愤难当。这时的卡布彻底坐不住了，挺身而出，挡在小美面前。他怒视着眼前的大师，直言不管看到什么都跟药物无关，这些东西本就潜藏在人的脑子里，药物只是开关，主要还是取决于人如何运用。大师脸上挂着一抹阴阳怪气的微笑，嘲讽着这真是一套哲学瘾君子的说辞啊。话音刚落，大师张开双臂，啪的一声清脆合掌，突然开始跳起扭曲滑稽的舞蹈，甚至在空中摆出各种离奇的姿势。这突如其来的诡异画风让全场瞬间懵逼，同伴们看着这荒诞的一幕，忍不住笑出声来，以为这大师只是在哗众取宠。就在天空中的围观群众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时，卡布的嘴角开始不断的流出口水，眼神变得无比空洞。旁边的同伴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惊恐地喊出了他的名字。到了这个时候，有人才反应过来，大师跳的是印度的湿婆舞，难怪这周围有印度教的元素，原来是这样。他利用这种特殊的律动，强行进入到卡布的意识内。小美焦急地大声呼喊，让他快点想起这个世界的规则，尝试将意识脱离出去。可大师说着没用，一旦落入这超越语言的本质世界，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就会彻底模糊，根本不可能凭借主观意志逃脱。而大师借助这印度教里的信念，将无限放大卡布自己的恐惧，只需这样就能摧毁卡布。只听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卡布半边脸的皮肤开始剧烈蠕动，无数如同脓包和触手般的恶心异物疯狂喷涌而出。那不是别的，正是他深埋在潜意识最深处的意大利面，也是极端天堂带给他的幻觉。大师看着这震撼的一幕，狂笑着大喊：挤得好，把这些脓血全部挤出来，彻底净化吧。同伴绝望地朝青年大吼，让他快点放手，快点放弃，甚至哀求他赶紧将意识脱离这个危险的空间。可大师哪会给机会？此刻的他就想看看这个嘴巴满是仁义道德的瘾君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下一秒，整片空间彻底扭曲变换，在青年充血的瞳孔深处，那尊悬浮在虚空中的身影竟然化身为了千眼千面，密密麻麻的眼眸里全都是高高在上的神明。万千狂热的信徒在底下声嘶力竭的呐喊，声浪瞬间吞没了青年的理智。我是谁？谁是海文？谁是卡布？在这一刻，现实的名字和身份彻底瓦解，青年的意识被强融入这片所谓的天堂。卡布再次一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卫生官，他酷似千手观音杜尔加，手持各种毁灭枪械，提着断头，全副武装的巴比战神等等。这观音怎么举枪对着自己？而后，枪膛的炸裂声再次回荡在他的脑海里。小美声嘶力竭地朝卡布伸出手去，只听呼啦一声异响，原本被缠得死死的卡布竟然化作一道残影，顺着这股力量直接脱离了那片令人窒息的意识海洋。全场一片死寂，围观的同伴们眼眶皲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小子逃脱出来了，还是被强制登出？卡布这边被强行拉出意识世界后，有短短的一瞬间回到了现实中，但很快他的精神体又在虚空中急速漂流着。他横跨了庞大宏伟的科技都市，又穿透了散发着古老诡异气息的巨型佛像眼眸。而在佛像后面，则是零星几个人在体验着的场景。不由分说，卡布骑着一人头上就是一顿猛锤。也就是在小美伸手的这一瞬间，旁边为虎作伥的小罗罗整张脸的皮肤开始剧烈扭曲，密密麻麻的恶心疱疹疯狂爆开，无数诡异的扭曲触手从他体内暴涌而出，反向将他死死缠绕。随后，另一人的胸膛凭空出现一只手臂，将他死死的抓住，并将脑袋拉入进去。大师看到这一幕才反应过来，这些人在现实中受到了攻击，赶紧灯号出来。但没想到的是，卡布的精神体率先出击，无数异形般的泡泡从他体内暴涌破墙而出，一股无法想象的极致寒气顺着虚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带入到了冰天雪地之中。刺骨的寒意侵蚀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实体，众人惊恐万状的四处逃窜，现场一片大乱。小美拼尽最后一丝力量，趴在地表狂喊，试图呼吁所有人把想象力凝聚在一起反抗。可面对这样一位比大师还厉害的人物，凡人拿什么去斗？就在大家都坚持不住的时候，一道极其恐怖的水柱犹如白色的巨
龙直冲卡布而来，恐怖的冲击波化作翻涌的狂潮，瞬间将四散逃跑的众人全部吞噬。宏伟的古建筑在巨浪面前如同纸糊了一般，被连根拔起，彻底撕碎。狂暴的水汽吞没了一切，整个异世世界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海面重归平静。一朵圣洁的莲花在水中央缓缓绽放，虚空中一对冰冷而巨大的神明之眼缓缓睁开，冷冷地俯视着这片废墟。由于和上次一样的现象，导致整个服务器超负荷运转，达到巅峰，竟然触发了重启程序。技术主管暴怒，质问技术人员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调取了任何监控都查不到原因，并且3位大师全部失联。技术主管预感到大事不妙，并紧急联系最高决策层巴贝尔。旁边的人倒吸一口凉气，质问：真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对方目前是没有办法离开虚拟世界的，没有必要闹到这种地步。但技术主管坚决地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决定。另一边，水浪渐渐退去，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从水里爬出来，狼狈喘着气。大家环顾四周，眼前景象的奇景全部消失殆尽，整个世界只剩下水天相接的平地。麦吉说，这个世界被彻底初始化了。传说虚拟世界诞生之初就是一片水茫茫的世界，后来人类才不断加入自己的意识，让这里蓬勃发展。如今随着大崩塌，一切再次回到了原点。就在大家沉浸在世界归零的震惊中时，原本归于平静的水面突然掀起波动，有人眼尖的看清了异样的源头，失声大喊：那是喷泉所在的地方。还没等众人站稳脚跟，正前方的水面上猛然升腾起一道耀眼夺目的炽热光芒，那道光影散发着无法直视的神圣威压，缓缓从水底浮现，周身缠绕着毁天灭地的恐怖气场，让在场的所有人彻底看呆了。有人浑身剧烈颤抖着，眼角泛起泪光，惊呼道：活神！那尊降世的活神轻轻抬手，水流竟和摩西分红海一样向两侧分开，而道路的尽头则是赤条条的卡布。二人双目这么一对，老死亡了，活神就这样没了。重启设备后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人都懵了，因为整个虚拟世界已经被强制带入了那个光之国，没错，就是那个 M78 奥特曼的世界里去。强烈白光的神体屹立在天地之间，光芒越来越亮，近乎要将整个意识世界彻底撑爆。人们流着泪惊叹，称这是净化一切的神圣之光。而后死寂的水面上竟凭空盛开出无边无际的朵朵莲花，一朵、2朵、万朵，刹那间水汪汪的世界化作了一片看不到尽头的莲花海洋。人们在花海中欢呼狂奔，以为自己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天堂与极乐净土。小美这边在寻找着卡布的身影，突然猛地绊倒在花丛里。当她伸手摸向花海深处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紧接着她看到麦吉嘻嘻哈哈地朝自己的身体捅去，不仅是她，周遭的所有人就像接到了某种不可违抗的杀戮指令，纷纷进行注射。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无数人的身体开始疯狂扭曲，犹如被看不见的无形绞肉机绞入其中，所有人都面色都如痴如醉之中。所以天堂到底是什么？是注射后多巴胺的大量分泌，还是在脑海虚无里无限翻滚的爽感？置身于这场暴风眼中的小美浑身瘫软，双眼失神地望着无尽的毁灭漩涡，眼中只剩下无底的绝望。下一秒，她来到了过山车座位上，任由过山车在大楼内疯狂行进着。但越是靠近大厦内，她越是不安。而后，大厦深处有着一双眼睛凝视着。不一会儿，喷涌而出无数的意大利面，巨型面条压得过山车横七竖八，而在场的所有人都在感受着卡布的那种绝望的童年阴影，痛苦的哀嚎、扭曲，甚至连面部都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触手。整个世界仿佛沦为了不可名状的恐怖炼狱，深渊般的怪物高高盘踞，将所有活人沦为其蚕食的养分。到底什么是天堂？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梦才算得上是天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耀眼刺目的圣光骤然横空出世，那个拯救世界的男人竟然以奥特曼般的英姿降临战场。原本陷入绝望与癫狂的人群瞬间沸腾，所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着他的名字，疯狂为他加油呐喊。奥特曼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飞身跃起，凌空施展绝杀踢击，径直重创怪物。紧接着，他周身涌动起毁天灭地的炽热能量，双手交叠轰出杀招帕拉迪姆光线。
炽热的高能光束瞬间轰击在怪物庞大的核心之上，全场观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狂欢，放声大喊着干得好，叫嚣着彻底烧死这个怪物。就在所有人都在为奥特曼的光线狂欢时，小美发现不对劲，不对，意大利面条不是卡布的化身吗？这奥特曼哪里来的？小美再看向小卡布的时候，发现他正以奥特曼的形象出现，自己从来没有在卡布的记忆中看到过奥特曼，他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夺舍了。一旦杀了那个怪物，卡布也绝对活不成。小美看向上空，努力搜索着相关信息。没错，在无数狂热围观的信徒顶端，活神正在观战，而小美也意识到可以通过虚拟世界进入小卡布那心智尚未成熟的意识空间。下一秒，一道刺目的强光从面具中穿透而出，他整张脸甚至被强行抹平，思维彻底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虚无深渊。当他再次睁开眼，看到小卡布的电视里，奥特曼已经将怪兽给打趴下。突然，那团面条从背后发起了攻击，而在第二层梦境中，实际上是小美从背后抱住了卡布，她变成妈妈的模样，用她那早已缺失的母爱来感化他。而奥特曼被面条怪物纠缠着，换作一团光芒消失不见，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回家吧。可怀里的卡布却缓缓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哦。说完，小卡布转身奔向荒野，身影迅速消失在茫茫天地间。他发现无数刚才还在狂欢的观众被这么一闪，此时全都稀稀拉拉地瘫倒在一片荒凉的大草原上。有人挣扎着站起身，茫然地问这是哪里，甚至有人认出这里已经是极度遥远的边境。就在所有人还没搞清楚状况时，一声惊恐的尖叫打破了平静，众人纷纷抬头望向天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山群之中，一个被封印在十字架上的奥特曼一动不动，冰封着，而在监测仪器上显示着活神的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卷3完结。很多人看完赛博朋克漫画神作《极端天堂》，第一反应都是画面炸裂，但剧情混乱的像精神病人的乱涂乱画。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那我必须告诉你，你被小池贵一给骗了。我反复把这部漫画啃了好几遍，才发现它的逻辑链条严丝合缝的可怕。它绝不是简单的做完一个梦跳到下一个梦，而是一个相互嵌套、虚实绞杀的潜意识迷宫。就拿开篇最简单的场景来说，从太空暴风里的药剂广告，到导演喊咔揭露绿幕拍摄，再到主角看见异象注射温泉针剂，随后电视播报温泉广告，最后关掉电视回到杂乱的现实，这仅仅是全书最浅最基础的一段4层梦中梦设计。在全书3卷一共13个梦境场景里，这13个梦我就不念了，放在屏幕上面了哈。卡布整个潜意识迷宫其实被严格拆解成了5个递进层级。第一层，表层感官与现实替代，注射药物或初步连接设备后产生的表象幻觉。在这个层级，现实的规则依然有效，但事物开始发生变质，如看到极其真实的虚幻场景，甚至误以为自己在洗澡或散步。第二层，自我认知与物质解构，大脑常规的信息处理机制被强行关停，固态现实开始像画布一样被拆分重构。作品中提到，进入这一层时，人就像出生的婴儿，失去原有的认知规则，直面量子震荡与物质最原始的形态，如意面异化为触手，室内空间坍缩。第三层，个体潜意识与创伤重现，剥离所有伪装后，直击童年最深层的阴影与创伤。卡布在这一层不断重演母亲离世、自己独自做意面以及对天堂的执念，这里是记忆最刺骨、最绝望的内容。第4层，精神进化与肉体剥离，突破大脑极限，精神力爆发并脱离肉体束缚，进入无边无际的雪山、星空或虚无境界。在此状态下，肉体极易脑死亡或变成植物人，而意识则以为自己触碰到了世界的终极真相。层外层，虚拟世界的集体意识系统，通过设备将无数人的潜意识串联在一起，演化成终极炼狱。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5层迷宫里疯狂挣扎的男主角卡布，在现实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答案刺骨而悲惨，现实里的卡布只是一个无业、脑损伤、走投无路的饲药小白鼠。卡布走向毁灭的起点是他童年时期母亲因吸毒过度突然死亡，母亲死时留给他的只有一碗还没吃完的意面，这成为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 PTSD。 由于缺乏心理干预，随着年龄增长，巨大孤独演变成了重度心理疾患。看卡布的
的房间就知道，除了电视、沙发和厨房一无所有。一个不工作的人哪来的钱去酒吧点最贵的药剂？唯一合理的推断就是他主动充当科研机构的私药小白鼠。在长期吸毒、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卡布曾与巡逻警察发生过真实的暴力冲突，甚至抢枪杀害了警察。被捕后，由于药物严重过量，他被送到卫生局戒断中心强制治疗。这一点的推断是卷衣流浪汉被卫生官抓后又立马释放推断出来的。但严苛的戒断并未治愈他，反而加重了病态依赖。现实中的卡布狼狈到了极点，他会在酒吧洗手间因药物过量而濒死抽搐，会流着鼻涕瘫倒在公园树干旁，会疯狂地将自己的头部砸向金属水槽，会在郊外冰冷的河水里溺水抽搐。正因为他长期滥用药物，导致大脑结构发生病变，加上重度的精神创伤，在卷山接入冥想大厅设备时，他的脑波直接导致系统超负荷与短路，甚至波及了现场所有无辜体验者，把大家一起拖入了由他创伤演变而成的意面触手炼狱。所以卷山结尾那个奥特曼打意面怪兽的荒诞场景，根本不是什么爽快的大乱斗，而是卡布在集体意识深处与自己童年创伤做出了最后一次精神决裂。小美变成了妈妈的模样，用早已缺失的母爱去感化她，才最终将她从潜意识深渊里拉了回来。这部漫画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所有人都以为自己通过药物或冥想装置窥探到了高维宇宙和世界的终极真相，可镜头一转，真相不过是冥想装置超负荷时自动播放的营销广告，或者是瘫倒在酒吧冰冷洗手间里的疯狂流泪。极乐的快感终究只是通往虚无的特快列车，而大家梦寐以求的天堂，自始至终都是吞噬心智的极端深渊。好的，那么整个极端天堂全部完结了，目前只有3卷内容，从2002年开始到卷3的09年，以及休刊到了16、17年了。从这样的更新频率来看的话，大概率是断更太监了。整个故事都是意识流叙事，真的极其费神费力，更新的有点慢，还望各位见谅。有什么好题材的话，各位也可以向我推荐一下。我是老马，我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